中年男人该如何培养让商业对象全盘信任，让优质异性能够真心追随的这个人格魅力呢？当然，我今天说的这个人格魅力不是心理学上的那种鸡汤而是一种可被训练的能力。这种能力放到事业上的话，哪怕你的竞争对手硬实力比你强很多倍，但最后别人还是会坚定不移的选择与你合作。这种能力放在感情上呢，哪怕这个女生她非常的优秀身边比你强比你年轻的这种追求者有非常的多，但是这个女生她依然只想跟你建立优质关系。那今天这条视频呢，焦哥会从3个维度给你们一套可落地的训练方法。这3个维度呢，分别是价值维度、主体维度和情绪维度。思维导图我直接放在这里，我们直接开始。首先是价值维度，很多兄弟对于价值这2个字呢，可能就会有所误解价值并不是说你有多少的 money， 或者说你给他花多少 money， 这些东西是可以随时被替换掉的，那就说明它本身的价值是不高的，可替代性极强，对吧？真正的价值是稀缺的，是无可替代的，只会通过血液跟一些对吧传播的东西。那我再给你们说直白点吧，就是你的价值取决于当你不出现在他的世界的时候，他的生活会不会变差，就这么简单。那到底该如何从价值维度去提升魅力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去制造一些不可替代性。你可以靠你自身的条件去提供一些他需要的，但是他就是以他自己的能力又得不到的东西。比如说之前有个兄弟张哥他就喜欢一个同行业的女生呢，她当时是还在创业阶段的，所以我当时就让张哥千万别去砸钱，而是带着这个女生去参加一次行业聚会。因为张哥本身他知名度是比较高的就有几个老伙计来打趣张哥，说什么老张终于把嫂子带出来见面了。然后张哥呢当时就拉着这个女生的手，跟那几个朋友是怎么说的，他说她不叫嫂子，她的名字叫某某某，也是咱们这个行业的，这会儿呢刚起步，他那边主攻的是什么什么方面挺靠谱的，你们以后有需要的话可以让他帮帮忙，锻炼一下他。看懂了没有兄弟？其实就是你给他机会和平台，但是你不是白送的，而是要靠他自己努力去，就是他的实力去得来，而且全程也不高傲也不施舍，对不对？只是把你这个成熟的年少男的一个形象牢牢的印在他的心里。他的其他追求者可能条件比你好，但那又怎样呢？他们送包送花，但是你送的是人情，送的是未来，是不是直下高下立判呢？那之后确实也是如我所料就是当时这个女生确实有其他的一些追求者，甚至有一个老兄还说什么，就跟这个女生直接有说要送一辆车，但是最后这个女生当着这兄弟面还是把那个送车的男孩给删掉了。所有的追求者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最后呢还是答应了咱们兄弟。说到底建立好感这件事儿就跟你创业是一样的，一个优质的项目肯定是有无数人去争抢的，而你只有抢先所有的竞争者，去找到那个最高效的渠道，那你才能够拿到那份最大的结果。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兄弟在跟我聊天的时候会觉得说跟我很合得来，因为焦哥本身就是自己创业自己做老板，所以我太懂那些创业的男生他的优势他的短板，而我又是一个女人，对不对？我又可以从女人的角度去思考怎么去补全这些短板。所以我始终都很相信，只有经历过一些相同磨难的人才能够给到对方一些更高效的助力所以我讲的一些内容呢，其他人可能听不懂，但是只要你们能听得懂的话而且还能够给到你一些思路上的启发那就 OK 了，兄弟，说明你挺不错的。好，那我们说完这个价值维度，我们接下来讲一下第2个维度，叫做主体维度。主体维度是什么？就是我们可以把一段关系假设成合伙开公司，那有主体的男人在自己的利益受损的时候，他是敢去跟对方拍板去力争的，他还甚至敢去坚持自己的想法。那这种男人呢，他是从始至终都是这个公司的一个话事人，他是能够在关系当中保持一种高位的，他也很容易得到女人的一种尊重而缺少主体性的男人呢，他害怕跟对方起冲突，对不对？他不敢向对方去提一些要求，他甚至会习惯性的去跟对方去解释。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他已经不可能是这个公司的合伙人了，他只会是一个员工他在整段关系当中连自己的去留他都做不了主的那我们又到底应该怎么去提升主体维度呢？还是老规矩，我给你们一个可落地的你们要记住一个3不原则：不解释，不自证，不犹豫。我拿几个比较常见的一个场景出来就比如说吧他跟你说听说大部分有钱人都挺难专一的你不用去解释说什么我不一样，我很爱你这种之类的，说甚至说什么我肯定会对你一辈子好
没用的，兄弟们，怀疑一旦产生，罪名就已经成立了。所以你要做的不是在法庭上为自己去申辩，而是反过来去问他，听谁说的？闺蜜吗？还是说你自己就谈过不少有钱男人？我不是神医，医不好你心里的怀疑，我只有你不离我就不弃的决心。所以你没必要用别人的嘴来衡量我们的感情，挺无趣的。那再比如说他问你说，你会不会一直对我这么好啊？你也不用去申辩，不用去自证，你嘴上说的再怎么海枯石烂，到别人耳朵里了，只会觉得你是手若莲花，虚伪至极的啊！你就直接回他什么？我这个人很简单，论迹不论心，所以我从来不会问你这种问题啊！我会用我的诚意去让你感受到被爱，然后让你主动依赖我。我希望你也是这个样子的，用你的诚意说话，而不是这样来试探我。我们的关系的长度是取决于彼此的用心程度的啊！你要让他知道，你们之间的关系的持续性不是靠你一个人支撑的，而是需要他给你相应的正反馈的啊，需要他给你足够的能量去支撑的。而当一段关系有了双方彼此的这个共同付出之后，这段关系它才像是上了一个防盗锁，知道吧？它才会越来越稳啊，才会越来越让你放心舒心。所以说到底，任何一段能够滋养灵魂的优质关系，靠的一定是双方的互相成长。你去跟对的人补齐一些认知，去跟对的人去学习一些人性，然后再用高维的思维去带领你喜欢的女孩子去变得优秀，那这个才是优质关系的秘诀。OK， 我们到了第3个维度了，对不对？那就是情绪维度了啊。如果前面所说的什么价值维度啊，这些就是价值维度是什么？决定了你跟这个女人有没有可能。还有就是我讲的主体维度，主体维度决定的是什么？你们的关系长短。好，那么情绪维度就来了，它决定的是什么？是你们关系到底幸不幸福啊？是否能够滋养到你的灵魂，还是说你这段关系是在让你痛苦的，耗费你生命的啊？那情绪维度是什么呀？一句话总结，就是你有没有让他为你开心和难过？这二者可是缺一不可的哦。如果只有开心，那就跟过山车一样一直往上，说实话也会失去很多刺激的，对吧？那如果说只有难过呢，那就跟蹦极一样咯，一直往下掉，一直往下掉，也不会弹起来。那其实说实话，他对你就会只有恐惧，没有什么好感。所以说情绪维度的底层逻辑，它就是去制造张力反差，有上有下，有推有拉，懂吗？怎么做呢？4个字，不确定感啊！人性都是对确定性的东西不屑一顾的。为什么那些股民能够一大早就开始盯盘，甚至一整天都是不睡觉的啊？不就是因为股票这玩意儿充满了不确定感吗？上一秒红的，下一秒就直接绿到底了，对不对？那不确定感放在感情里面也是跟股票是一样的。你不要让女人去猜什么啊，你下一句到底要讲什么，你不要去每一句话都去回应她啊。比如说她给你发一张照片，你就不要去每次都夸她好看漂亮，你要偶尔给她来一句什么，今天心情很差劲，没精力夸你。那这个时候她肯定会很疑惑，对不对？她甚至会很好奇，她大概率还会追问你说怎么了，为什么心情不好。那这个时候你就要用上第2点的这个3步原则，不要去解释，反而是换一个话题，对吧？去跟他去讲什么，我倒是有个办法可以帮你解决，但是啊，你得帮我个忙啊！今天我忙工作，忙了一整天了，焦头烂额的，挺烦的，也没有吃饭，你懂我意思不？啊，那如果说你自身价值是比较 OK 的，或者说你给女生做过一定的这个付出了，那她大概率都不可能拒绝你的。这个时候你再去跟他讲说，不用那么麻烦，双击镜头翻转看看我的菜，我心情就好了，工作顺了，一会儿忙完了，我就带你去吃好吃的。那你们可以看到整个过程当中，他的情绪至少起伏了3次。当其他男人还在捧他夸他的时候，你已经让他在为你紧张，甚至又在为你难过，然后又为你开心了。那你说说他对谁的影响更深，对吧？他更愿意跟谁聊天啊，更愿意跟谁去发展关系。那当然了，我说的这些例子呢，肯定不是说适用于每个人的，只适用于你们的关系已经发展到某个阶段了啊，因为不同的人的情况一定是不一样的一个方式。你们要知道，跟女生就是你们是否有基础性的好感啊，这个东西很重要啊。所以兄弟们，你们学习一定是学习思路啊，千万不要无脑照抄。OK， 那我们最后再复盘一下好不好？男人提升吸引力的3个维度是什么？价值维度、主体维度、情绪维度啊，各位一定要层层递进的去学习，这3个维度是做乘法的，每一层的缺失都会导致最终结果可能会归零。如果说你还有什么不清楚的，或者说你也不知道自己到了哪个维度了啊，你想要更深层次的去系统化的去深度学习 ，OK，
焦哥干嘛的呀？带你们学习人性，用人性带领异性，用实力带领关系。啊，我是焦哥，咱们下期见吧。